虽说今日前来报到的学生非常多，但克劳迪亚的出现还是引发了不小的骚乱与轰动。克劳迪亚不仅人漂亮，身材好，更有着一副带着异域风情的混血面孔，所到之处，许多人都在向她行注目礼。这种级别的美女一出现，对这些前来报道的新生以及负责迎新的老生来说，几乎都是王炸级别的存在。不少男生甚至觉得，这个同为大一新生的女孩子，说不定会成为金陵大学新的校花候选人。克劳迪亚也没想到，自己刚到金陵大学，竟然会引发这么多的关注。不过，对身边那些痴痴偷看她的男孩子，克劳迪亚一方面不感兴趣，另一方面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殊的压力。她的经历相比同龄人来说，要丰富太多，也悲惨太多。亲人离世的痛苦，以及自己为了复仇忍辱负重的过往，甚至最后手刃仇人的经历，注定他与这些18、19岁的年轻人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之上。在他看来，这些还会因为女生的长相而控制不住眼神、管理不好表情的年轻男生，几乎都是不成熟的孩子。由于克劳迪亚是留学生，注册的流程都是在留学生专用的窗口完成，所以仅用了10几分钟便完成了所有的注册工作。随后，负责登记注册的教职工将一套门禁卡和钥匙递给了克劳迪亚，同时对他说道：“同学，你的寝室在留学生楼的女生楼301的1床，房间是双人间，所有的床品已经提前放在寝室了，你可以先过去收拾一下，今天就可以直接在宿管那里登记入住。”克劳迪亚接过钥匙，点头道了声谢，随后便与叶晨他们一起前往留学生宿舍楼。而此时的林婉儿刚好卡着时间，在贤姐的陪同下乘车来到金陵大学。今日的她一改往日传统国风的装扮，穿了一件 size 的美式运动 T 恤，搭配一条瘦身束腿的运动裤和一双最新款的耐克乔丹板鞋，而那一头瀑布般的披肩长发也被她扎成马尾，整个人看起来格外青春靓丽。金陵大学的男生们正在为克劳迪亚的到来而兴奋不已，没想到那股兴奋的劲头还没过去，便又迎来了一个更加出类拔萃的女孩子。林婉儿的脸无疑不代表着东方男性对东方女性审美的最高标准，对绝大多数男生来说绝对是女神级的存在。所以当她出现在金陵大学，瞬间便引发了更大的轰动，一下子出现2位绝色美女，金陵大学的男生们几乎弹冠相庆，拥抱庆祝。林婉儿也注意到了这些男生对自己的关注，与克劳迪亚一样，她也根本没将这些男生的惊叹与注视放在眼里。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此番来金陵大学的决定到底是对是错。以前的她为了不让破青会找到自己，一直东躲西藏，即便出门也都会将自己伪装得非常到位。可是现在她却在数千人面前招摇过市，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这对她的心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而林婉儿来之前也慎重考虑过这个问题，来金陵大学势必会增加自己的曝光，曝光越多，理论上暴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。但是古人常说大隐于市，有些时候反其道而行之才能收获奇效。若是没有叶晨的帮助，自己根本就没有向破青会寻仇的能力，所以眼下为了接近叶晨，只能冒险试上一试。由于林婉儿现如今的身份也是留学生，所以手续办理也只用了10几分钟。当她拿到301室2号床的门禁卡和钥匙之后，便与贤姐一同前往留学生宿舍楼。前往宿舍楼的路上，林婉儿还在想，不知道自己今天到底有没有机会见到叶晨。而叶晨此时已经与李阿姨他们一起陪着克劳迪亚来到了她的宿舍。由于是新生入学第1天，宿舍宿管对男性进入女生宿舍没有什么阻拦，4人一路来到3楼的301宿舍。一打开门，李小芬便忍不住惊叹道：“妈呀，这宿舍的环境也太好了吧！”这间宿舍实际面积超过50平，但仅有2张双层的书桌床，
上面一层是床，下面一层则是书桌。除此之外，宿舍里还有2组带密码锁的组合衣柜，以及一个可以冲澡的独立卫生间。这环境确实比金陵大学其他普通的学生宿舍要强出不少。面对李小芬的惊呼，克劳迪亚反而有些诧异。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间，好奇地问道：小芬姐，学校宿舍不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吗？这种环境也就是中规中矩，谈不上很好吧，连个客厅都没有。在克劳迪亚的认知里，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学宿舍起步最低也得是双人间，有些学校的宿舍甚至像是合租的套房一样，4个人每人一个独立房间，同时还拥有一个公用的客厅和厨房。所以眼前这种普普通通的双人间，在克劳迪亚看来确实平平无奇。李小芬不知道加拿大读大学是什么生活标准，听克劳迪亚说寝室没有客厅，瞠目结舌地问道：寝室要客厅做什么？叶晨笑着提醒道：小芬，克劳迪亚从小在加拿大长大，2个国家的学校肯定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，更何况加拿大地广人稀，人均资源自然也多出许多，学校宿舍自然没必要做成4人间、6人间甚至8人间。李小芬笑着说道：我是想起咱们在福利院的时候，10几个小朋友还有阿姨都住在一个房间里，房间也全是大通铺，每个人只有一套自己的小被子和小枕头。那时候就在想，要是将来能考上大学就好了，就可以8个人住一个寝室，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，哪怕只是上下铺其中一半也很幸福了。所以看到这种2人间的宿舍，就觉得环境非常棒。一旁的李阿姨开口道：咱们别闲聊了，赶紧帮克劳迪亚把床铺好，另外看看还缺什么东西，待会儿直接去超市置办一些。克劳迪亚连忙道：李阿姨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李阿姨笑道：这种事情当然都是家长代劳了。说着便上前一步，帮克劳迪亚将整包的新床品拆开，与李小芬一起娴熟地铺在克劳迪亚的床铺上。床铺收拾妥当之后，李阿姨便问3人：咱们是先找个地方吃饭，还是先买东西？叶晨想了想道：咱们中午不如到学校的食堂尝尝，看看这里的饭菜克劳迪亚能不能吃得惯，吃过饭再去超市买些日用品。说着，叶晨忽然感觉自己的裤子口袋里猛地跳了一下，他意识到是那枚戒指又在跳动，而且这已经是戒指第3次跳动了。他心中正诧异，便感觉那戒指忽然跳得更加剧烈起来。以往这戒指跳动也只是抽风似的1、2下，很快便恢复平静，从来没像这次一样仿佛炸开的跳跳糖，越来越疯狂地跳个不停。叶晨伸手隔着裤兜去捂，都能感觉他在手心里不断冲击。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忽然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：你好，请问这里是301寝室吗？叶晨觉得这声音有几分熟悉，下意识地回头去看。当他看清来人样貌时，整个人瞬间瞪大眼睛，登时呆立当场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